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高和手工 Vlog 旅记。这次旅程我们会在日本东北10天。我们先飞到东京，再立刻使用 JR Pass 坐东北新干线到仙台。抵达时还是早上，经过仙台超市，发现外面在卖超大颗的生蚝。check in 完，先到名瓜町商店街，附近有一间雕吉鲷鱼烧。我们点了毛豆、芝麻、奶油3种口味，它的饼皮很薄脆，生意也很好，有很多当地人在排队。在唐吉诃德里面发现，居然有在卖熊铃，这两款的声音不太一样。后来在扭蛋店扭到质感很好的 Moomin 拉链包，发现 Trace 上面很多人推崇的 Three Coins 收纳袋，一个只要300日元，很便宜。下午4点来吃善治郎的牛舌，这个时间没什么人，完全不用排队。我们点了鱼子烧，还有毛豆麻薯跟套餐的牛尾汤，它葱味很浓，很好喝。这是上选集后正宗牛舌定食，很厚实。这是经典牛舌定食，它比较薄。那这两款比起来，我觉得薄的经典牛舌吃起来比较脆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薄的这一款。不过其实两种都烤得非常的好吃。泡入口3楼的宝可梦中心有限定的皮卡丘，总共6款服装主题，分别代表东北6大地区的祭典。每一款的服装呢都做得非常的精细可爱。第二天先去尼比西游船，经过1只关呢就能看到皮卡丘在迎接我们。我们非常的早到，几乎不用排队，没什么人。船上还可以买鸭子饲料，可以跟它互动，很有趣。中途会下船走一段路，可以看尼比眼，一个长得很像狮子鼻子的石头，还可以丢祈福石，不过不太好命中。史上最近的地方。回程还可以欣赏船夫的歌声。游船结束后，我们走到尼比西车站，看到皮卡丘列车缓缓向我们开过来。这一台是全预约制，有兴趣的人可以看我们后续推出的攻略影片，里面从颜色、座椅、扶手、壁画等等都是宝可梦元素。另一节游戏车厢呢，有巨大的皮卡丘，还有蓝色的站长外套跟帽子可以穿戴，很可爱。大约1小时后抵达终点站气仙沼，前往冰之博物馆。进去前呢，要先穿厚外套。里面会有定时播放的灯光秀可以看。这里所有的鱼都被冰在冰块里面，虽然范围不大，但还蛮特殊的。还有冰球扭蛋可以扭。好可爱哦，企鹅哎！同一栋里面还有鲨鱼博物馆可以参观，有巨大的鲨鱼模型。虽然内容都是日文，但是因为宙哥很喜欢海底生物，所以还是看得很开心。鲨鱼。我们原路线回到仙台车站，这里有必买的毛豆奶昔，也非常好喝。晚上去吃一间超有气氛的居酒屋，会在现场用炭火烤鱼，其他的海鲜料理也都很棒，整间店客满，非常热闹。第3天前往松岛，预计搭乘寻岛观光船，可以现场购票，但有可能要排队。我们是先在网络预约，再到乘船处附近取票。登船后站在船尾的甲板上，视野非常好。松岛被誉为日本3景之一，可以欣赏到知名的像是中岛、人王岛等等松岛湾内共200多座的岛屿。下船后来到五大堂，要走过镂空的朱红色透桥，它是500年前由战国时代的伊达政宗重建的寺院，在雪景之中轻轻散发古老的禅意。松岛街上有一间铺摸本铺，贩卖宫城县的美食竹叶鱼板，可以直接买冷藏的，口感较为 Q 弹，也可以现场体验 DIY 烤鱼板哦。接下来前往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仙台水族馆，记得先看好表演时刻表，一进园就能看到企鹅大游行，距离超级近，超可爱。他们会不停地来回爆冲，跑来跑去抢鱼吃。
巨大的玻璃帷幕有数量惊人的沙丁鱼和各式鱼类。海狮和海豚的表演在户外，可以先买吉拿棒，提早在座位上等。这2只稀有的海豚叫做光和沙拉，全日本只有5只哦。纪念品店居然有在卖大王巨足虫的蛋糕，而且细节还做得很逼真。第4天，我们租车自驾来到金蛇水神社，这边供奉蛇和水，是东北最强的财运能量景点。立刻购买2张金光闪闪的财运卡，还有签运小蛇。对了，这边还可以洗钱哦，领取竹篓跟钱袋后，到淋水场帮钞票们洗澡，装到钱袋里就完成了。还可以摸一整排的蛇形石，据说可以提升财运。我觉得工作太严了耶。参拜完后，我们到外面的休憩处用餐，买了白蛇小馒头，结果还蛮意外好吃的，还点了造型很夸张的巨蛇咖喱饭。接下来开车前往藏王温泉，周遭环境瞬间变成银白世界。虽然雪很厚，不过开过来的路上难度不算太高。我们住在上枝台缆车附近，可以看到很多正在滑雪的游客。你看，成功了！我成功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做了第3次就成功了。挑战把脸埋到雪里，结果立刻冻到发红。现在气温大概-3度左右吧。好尖哦！路上随处可见超大的黄色铲雪车，这台算小型的。座川温泉神社的参道已经被雪掩埋，奋力爬上去后，雪中神社有种宁静的美感。晚餐我们在一间温馨的意式餐馆度过，外面下着雪-6度，一进门仿佛身在欧洲小镇。店员是2位可爱的老奶奶，餐点都非常好吃，尤其是银鱼薄皮披萨。吃完后，我们立刻再加点一个山咸蘑菇口味。离开前，奶奶还抱了周哥好几下。第5天一大早前往藏王山路站，这是优先乘车券，如果不想在现场等2个小时以上，记得一定要先上网抢票，尤其是第1班最早9点的票非常热门，开卖1分钟就被抢完了。我们来了这天风雪很大，不是观赏树冰的最佳天候。地藏王肩膀以下也都被雪埋起来了，不过是还蛮难得的体验。如果没有戴墨镜，雪大到连走路都很困难，只能一直回到室内取暖，不然手指会完全冷到没有知觉。扭了一个藏王限定的3粒欧扭蛋。之前2月份去冰岛也没有遇到这么夸张的天气，但还是有看到巨大的树冰们。虽然风雪很大，但周哥很坚强，表现得很棒，值得拍拍手。下山后启程前往我们最期待的隐山温泉，这次住古式起屋别馆，需要半年前就先上官网抢订。一到这里真的会有种哇的感觉，古色古香的建筑搭配雪景，弥漫怀旧的大正氛围。成型于1920年代左右的隐山温泉，因为银矿的开采而得名。虽然范围不大，每年能吸引世界无数的旅客造访，漫步其中，仿佛时光穿越。晚餐是旅馆提供的怀石料理，有各式季节菜色与一锅山形名物玉煮。餐点会依序上菜，生鱼片、山形黑毛和牛都相当好吃，搭配畅饮的果汁与酒品非常满足。新年快乐，马年快乐，耶！第6天早上同样是饭店提供的日式早餐。许多路人被我们的皮卡丘雪茄吸引，还帮忙夹了好几只。早
早上又散步了一圈，接着要开车回仙台喽。途经仙台车站，又买了一杯毛豆奶昔与麻薯后，乘坐东北新干线从仙台到八户时，发现青森铁道可爱的吉祥物 Molly， 我们都叫它圣诞树宝宝。接着转车往三泽，前往星野集团的青森屋。check in 完来到 B1， 看到七福神造型的灯笼，非常有祭典气氛，还有七福神的章可以盖。但我们只盖到6个，就是一直找不到寿老人。有没有人可以留言告诉我他到底在哪里？这棵苹果树装着一个水龙头，有无限畅饮的苹果汁可以喝，味道非常香甜浓郁。在这里写下的愿望会被放在露天温泉浮汤水面上的灯笼里。我在骑恐龙，你在骑恐龙？我在骑一只阿根廷龙。I love my brother and my mother。怎么那么好？这个仪式被称为睡魔漂流，可以驱除睡魔，让污秽随着河川漂流而去。饭店的 buffet 晚餐有壮观的鲜虾与生干贝，超级好吃，还有烤过的帆立贝，也相当新鲜美味。干贝非常大颗。晚餐后参加预约的表演活动《陆奥祭屋》，以引人入胜的叙事方式与充满生命力的演出，结合日式传统乐器的现场演奏，让人一幕幕了解祭典的来由与传说。从服装、音乐与灯光能看出，他们试图将真正的祭典带到我们面前。虽然要另外付费，但是强力建议一定要参加。露天温泉浮汤也是这几天以来泡过最有意境的温泉了。第7天吃完早餐后，乘坐冬季限定的暖炉马车。今天载我们的这匹马名字叫 Kilala， 另一匹乌鲁鲁正在休息中，会载我们绕着园区缓慢地散步一圈。我们还买了 Kilala 和乌鲁鲁的玩偶，这也是需要另外付费的行程，需要事先预约哦。从三泽搭车回八户时，在青森铁道上刚买了什么？买了很多 Molly 的周边。接着我们从八户再度自驾前往石和田美术馆。虽然今天休馆，但户外的装置艺术也足够让我们欣赏驻足2-3个小时。你看，这是我们刚刚做的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石和田美术馆像是没有边界的艺术品，与周边的街道融合，用丰富强烈的色彩绽放在小小的城市当中。这个雪周围是包一些新的，让它不容易融化，好不好？白色的建物在雪景之中更显鲜明、干净而透明。充满童趣的雕塑仿佛在提醒路人，该适时的找回原始的纯真，时而忽明忽灭，时而强烈脉动，像极草间弥生笔下的圆。至少我们在这片白皑雪地的日常下午，活成了3个孩子。离开石和田后，前往星野集团的奥入濑溪流饭店。大厅的锥形艺品命名为森林神话，刻画着溪流与树木、动物与精灵的画面。房间窗外可以看到厚雪与枯树枝，与溪流共度一天，体会大自然的变化。晚上报名参加冰瀑灯光秀，结冰的瀑布十分壮观。有兴趣的旅客也可以付费报名台语与葫芦灯的手作课程，但要注意台语无法携带出国哦。溪流图书馆提供免费的饮品与各式书籍，是可以让旅客休息放松的舒服空间。晚餐来到青森苹果厨房，以苹果为主题打造的 buffet 晚餐。第8天早上参加奥入濑溪流巴士之旅，观赏白天版本的冰瀑与溪流。适逢20周年，只要参加2项活动，就能够获得精致的冰瀑熊掌扭蛋。离开饭店，我们前往附近的雪地公园，先购买缆车券，再乘坐缆车上去。这里可以游玩雪上橡皮圈、橡皮艇、滑板车等等。不过今天滑雪教室在上课，还好雪橇有开放。好，可以下去了。
其实速度还蛮快的，而且很容易翻覆，但周哥乐此不疲，玩得很疯。好可爱。我们3个人来来回回玩了非常多遍，负5度C的气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冽了。不知不觉过了1个多小时。那学校好玩吗？你玩了几次？很多次。是不是很多次都成功了，对不对？撞到墙壁会不会很恐怖？会。掉在那边下面。售票处卖的优酪乳，一开始以为是鲜奶，结果一喝吓到，超级浓郁好喝，请大家务必要买。接下来算是我此生开过最危险的雪路，由于经过八甲田山，海拔高，加上风雪弥漫，能见度极低，除了小心驾驶之外，还有几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。有兴趣可看我们后续上传的雪地自驾影片。抵达新青森后，降雪量与其他城市根本是 BOSS 等级。我们冒险逆行前往 F Factory 的短短路程，有种在攀登圣母峰壮举的错觉。这里贩卖许多青森苹果伴手礼，可以一次补齐。买完后，风雪也骤停了。还没吃过日本的萨莉亚，刚好青森车站里面就有一间，全日本超过1500间分店，标榜绝对低价，比台湾还更便宜。点了满桌，居然才台币600多元。第9天，在风雪中前往睡魔之家。青森睡魔祭，日本东北规模最大的3大祭典之一，每年8月初举行，融合歌舞伎、历史、神话等，制作超过20座的大型华丽灯笼游行。来到展厅内，映入眼帘的是好几台曾参与过祭典的睡魔山车灯笼，在浓厚的色彩笔触下绽放魔幻般的光芒。欣赏之外，部分展品还能触摸，在固定时间甚至还能随着音乐跳舞，体验祭典中跳人的角色。下午我们来到弘前，这里是日本第1大苹果产地，日式庭园藤田纪念馆，位于弘前城附近。里面的大正浪漫吃茶室收录6到8间弘前有名的苹果派，如果没有时间一一造访，可在这边一次品尝到。我们坐在阳光洒落的窗边，总共点了3种苹果派，还有苹果咖喱饭、苹果气泡饮，派皮里充满酸甜的内馅。满满整桌的苹果下午茶，让这个下午充满青森风味。练瓦仓库美术馆，一进门就能看到青森犬的欢迎。历经100年的历史建物，2020年改建为美术馆，附有图书及阅览空间，也展览许多弘前出身的艺术家奈良美智的作品。傍晚时分前往弘前城。请问会有马的叫声吗？1977年开始举行，作为陆奥5大雪祭之一的弘前城雪灯笼祭，今年适逢第50回。除了有金青锦绘大回廊展出睡魔的绘画，还有50周年独有的弘前城大型雪雕光影展。雪中的烛灯火光熠熠，充满北国意境。这是晚间5到9点，位于弘前公园内北之锅所发放的雪明蜡烛，可供民众摆放在喜欢的位置。现存12天守之一的弘前城，是东北地区唯一能保留天守的城堡。从高处望，总计300多座的雪灯笼，流光溢彩，十分壮观。最后一天，在窗外是银白色的雪国醒来，乘坐计程车来到青森县立美术馆，周围已被厚雪覆盖，只留下一条小径。这个雪都快要比我还高了。由于展间不能录影，这边会以静态呈现。刚刚看到更巨大的青森犬，以及许多奈良美智的作品，陪我们度过最后宁静美好的一吻时刻。一回神，我们已经从新青森回到成田机场，该回家喽。这个主角主角。以上就是我们这10天在日本东北、仙台、青森的行程全记录。最后，谢谢你陪高和守光一起旅行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节奏，我们下段旅程见喽，
拜拜。